丫头，安心去投胎吧，我替你报仇。宋瑶光，你这个贱人！你终于死了！他明明喝了那杯饮毒的牛奶，并且我也测了，确实断气了，怎么还没死？你是人是鬼？等宋氏减肥药重金属超标的传闻一曝光，我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宋瑶光。接着他就会自杀，到时候啊，宋氏所有的财产都是咱们的了。狗东西，我宋家世代清白，不能让你毁了老娘100年基业。怎么，看我没死，你很失望？宋瑶光，你胡说什么？我可是你爸！你也配？你这个没脸没皮的赘婿！要不是我妈，你现在还在街边卖老鼠药呢，更别提跟什么美女约会。你这个不孝女，祖宗还在天上看着你呢，你还敢瞪我？好，我今天就替祖宗好好教训教训你。祖宗托梦就是让我来教训你这个厚脸皮的赘婿。你100年功了，背后人败光了。阎王说现在要收房顶债，让您去投胎。放屁！老娘的功德能买下10座阎王殿。说，是不是地府的 KPI 不够，阎王那小子叫老娘去投胎啊？老祖，这事和阎王没关系，不信您自己看。功能显示600个亿。轮回镜，看！我的腿骨折了，要不我帮你去叫人吧？宋瑶光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？你个贱人，你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混蛋，吃绝户，吃到我宋家头上，看老娘我怎么教训你！系统提示：对血清施咒会被反噬。你也有今天，这道雷怎么没把你劈死啊？忘记了，对血清施咒会被反噬。要不是为了宋家和100年功德，老娘一巴掌拍死你！想我宋氏之前子孙环绕，人丁兴旺，现在竟然就剩下宋瑶光一个人了，难道没有别人了吗？找到了，是原主的妈妈。不过为什么生机渺茫，还是隐藏之卦？2年前出车祸受伤，到现在都没有醒来。怎么找不到他的方位？一定又是那个该死的赘婿！老登，你给祖宗我等着！怎么样？好喝。这可是我亲自给你包的。辛苦了。宋瑶光那个丫头竟然害我受伤骨折，等我好了，我一定饶不了她。老公，你就别生气了，反正那病秧子有心脏病，活不了多久。你什么时候处理那个女人啊？我这没名没分的，我都快等不及了。宝贝儿啊，再等等啊！现在宋氏集团基本上都是我的人，等我把那个贱妇藏的印章给找到，我就把宋氏集团卖了，成立安氏集团。到时候啊，我给你补个大大的婚礼。这还差不多。冷静冷静，打死了会遭天谴的。冷静个屁！怪不得老娘的功德分是负数，都是那个败家子给弄的。要是宋氏毁在他手里，我一定会把他弄死。送什么礼？送毛线吧！您的乖女儿不是来了吗？逆女，
你还敢来？你看看你干的好事。阿姨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家里的活干完了吗？就在这儿勾引老男人？我妈只是病，还没有死。小姐，我只是来给金渊送养生汤，是吧，金渊？啊，对对，还真是大胆呀！一个仆人都敢直呼主人的名讳，要是搁以前，你都得被发卖出去。混账！宋瑶光，你婉阿姨好歹也是看着你从小长大的，不管怎么说，她也是你的长辈，还不赶快道歉？没事的，金渊，毕竟我只是宋家的保姆，配不上大小姐的道歉。这宋瑶光平时对我低声下气的，今天怎么突然变了？看见没，人家都不觉得有什么。哼。宋瑶光，你居然敢这样对我妈说话，休想我以后再搭理你！这是谁呀？怎么还没到就闻到臭味了？长得一般也就算了，还那么臭！你少用欲擒故纵这招，我不吃你这套。忘记了，原主那个笨蛋居然还喜欢上了保姆的儿子，跟人家从小到大惯得跟个大少爷一样，敢在这大呼小叫。是不能打老登，我还不能打你呢。儿子，区区家仆之子也敢对我颐指气使，再有下次可没有这么简单了。你莫寒，别冲动，他今天不对劲，出去说。宋瑶光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大呼小叫的不说还打人？你眼睛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啊？没有啊。哎呀，父亲啊，我只是开玩笑的。之前母亲把印章给我，还说让我找时间把它给您呢。我们得好好挑一个好日子，您说是挑什么日子呢？原来印章在他那儿。嗨，瑶光啊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当然了，这个事情，我也有责任啊。以后咱们一家人相亲相爱，都好好的，对不对？对呀，父亲，只不过您现在都已经这样了，等您身体好了，我们再选个好日子把它给您。好啊！来，父亲，我为您喝鸡汤。哎，好。哎呀，你真不好意思，我想了想，万一这汤要是有毒，就不好了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哎呀，父亲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乖女儿。乖女儿，你能不能离我远一点啊？好的，好的，我这就走。那个贱人居然敢打我！等他过2天再来求我，我一定让他加倍奉还。哎，好啦，你先沉住气啊，等你爸把那印章从那个女人手上拿过来，到时候你想怎么处置他都行。你还真把他当我爸？嘘，你小声点儿。现在这段日子正是我们母子一脚踏入豪门的关键时刻，你可别坏了好事。放心吧，那老爷子现在对我这个唯一的儿子珍惜得很。真是辛苦你了，不过你还得多忍几天，毕竟她是你同父异母的妹妹，你做什么还是要有点分寸。放心吧，不会破坏你的计划的。这比杨王府里的饭好吃多了。能量补充完毕，可以驾驭身体。老板，结账。给你，不用打了。天地银行，耍我啊？你是来捣乱吃霸王餐的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习惯性带这个，要不我回家给你取啊？谁知道你是不是趁机跑路啊？这钱我替他结了。
怎么，宋家大小姐也会吃霸王餐？出门带错钱了，不过我是不会欠你人情的。这小子比阎王殿的头牌还帅，想必应该很好睡吧？要不我给你算一卦，抵债吧。不用了，我不信这个。你身上闪的金光是有福之人，不过你眉间有黑气。你大哥回来了吧？大哥回来的消息只有马家人才知道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们马家阴气已经通天了，快灭门了！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话已至此，信不信随你。要不是看在你帮了本小姐，我才懒得管呢。现在就跟我回家。哇，阴气浓的，能烧火锅了。那怎么办？你能破解吗？可以，不过我收费很贵的哦。开个价吧。我要这个数。好。云深，这是谁啊？妈，这位是宋家千金宋瑶光，她算出我们家有大事要发生，我想请她帮我们看看。胡说，我们家能有什么问题？他那么年轻懂什么？宋小姐，我们家很好，请回吧。宋小姐是我邀请来的客人，您怎么能这么对她？张妈，送客。你刚回来的大儿子不是你亲生儿子。放肆！我亲自接回来的儿子还能有假？眼见未必为真。别动，那是我大哥带回来的。这里面有村命符，会要了你们全家的性命。怎么可能？那是我儿子千辛万苦从国外请回来的开光圣物。这就是你宝贝儿子给你带回来的催命符。大哥怎么可能会这么做？当然是谋财害命了。不可能，我儿子天性善良，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害我们？肯定是你耍手段，来挑拨他们兄弟间的感情。好心没好报，你儿子在国外就被人换了脸，回来的是他的朋友。怎么可能？不相信也没事，可以做亲子鉴定，脸可以换，但是血换不了哦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我相信他。妈，自从大哥回来之后，发生了许多怪事，我也希望这不可能发生。但如果是真的，那大哥现在一定很危险，我们得尽快去救他。好，我同意，但鉴定结果证实是他胡编乱造，我一定要让他给你大哥下跪道歉。没问题，但是若我说的是真的，我要他做我的跟班。我答应你。来人，给大少爷做亲子鉴定，鉴定结果很快就会出来，你最好别骗我。哼！赌约已成，不许耍赖哦。好。小姐，安少爷想喝你给他做的汤，你赶紧做吧。宋瑶光，身为宋氏大小姐，怎么还一副为男人做小伏低、任劳任怨的样子啊？差点忘了，宋家还有一位养子，一直在国外打理产业，不想回国，就是因为看不得原主对一个不认的儿子百依百顺、做小伏低的样子。哥，你回来了？你还知道我是你哥呢？你心里怕不是有另外一个人吧？喂，安莫寒少爷还着急喝呢，你要是晚了，小心他灌嘴下来，我可不帮你说好话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对本小姐大呼小叫？安莫寒他区一个保姆的私生子，也敢让本小姐给他做饭？你滚！你被开除了！你敢开除我，小心老爷跟少爷回来要你好！
看清楚，我才是宋家的大小姐，她安静渊一个赘婿，没有话语权。妹，你可算是想清楚了。那安慕寒，我开始就看他不顺眼，你还把他捧得跟个宝似的。哥，你可别提他的名字了，我现在听到他的名字都觉得恶心。去，把安慕寒母子的东西都给我丢出去，以后谁让他们再踏进宋家的大门，全部开除。愣着干什么呀？去呀！是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妹妹，妈要看到你这样，肯定会很开心的。哦，对了，妈现在在哪个医院呢？你赶紧带我去看一下。我也不知道。怎么可能你会不知道？这一年，爸爸总是找各种理由不让我去见母亲。这个赘婿不老实。不会吧？他刚到我们家的时候，我觉得挺老实的。面子上的东西，谁不会做呀？找妈的事情交给我。哥，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做。没问题，你说吧。要不是当初妈把我从孤儿院领走，我现在还不知道过什么样的日子呢。我是绝对不会让别人毁了我妈的心血。最近公司减肥药出现了问题，重金属超标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去公司。快扔出去！哎，等会儿，你这干嘛呢？等会儿，你这干嘛呢？少爷，这是小姐的。哦，宋耀光，你疯了！让他把我和我妈的东西扔出去干什么？耀光，他是你弟弟，这么做不太好吧？怎么，作为宋家大小姐，我连处理2个佣人行李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继续扔！都住手！先生，你看他。宋瑶光，爸，您是要为他们母子2人说情吗？那印章可不是在什么人手里都可以留下的。好，我的乖女儿，你说了算。哎呀，老公，婉儿，我在市中心还有一套别墅，你带慕寒现在是委屈几天啊？爸，他把我东西都……我给你买新的。等我拿到印章，我他妈弄死他！弄死他！卦象显示就在这附近啊，怎么没有看到？我的后代还真是聪明啊！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老婆呀，原来你把东西藏在这儿，既然找到了，你也就不用哭了。怎么会有什么不祥的预感？难道是原主妈妈出事了？以血为引，寻亲缘。找到了，果然出事了。果然是中毒了，真是一群让老祖不省心的后辈。让他永远闭嘴。明白，宋总。宋耀光，你在干什么？病人心血稀栓，快抢救！大夫，求求你，一定救活我太太。家属放心，我们一定全力抢救。别过来！别靠近我们！一定是你们动了手脚。身体异常，需要补充能量。这身体又开始排斥我的蛊惑了，可恶！偏偏是这个时候。精神病犯了，发病了。病人吐血了，快抢救！不准动！你滚开！碍事的东西！别着急，下一个就是你，快带走！住手！快来援救我！你没事吧？
马少，你怎么来了？安先生这样凌辱自己的女儿，传出去不怕成为整个盐城的笑话？马少，你不知道他有神经病，我这是为了救他。难怪刚遇见的时候，他连个酸奶的钱都付不起。他们要带走我们，快去救我们！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妈被带走的。来人，将病人带走，其他可疑人员全部扣留。是，马少，如果我太太出了什么问题，你担当得起吗？你放心，马氏旗下有全市最好的医院。另外，安先生，这家医院是我马氏旗下，你们敢在这里动手脚，我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怎么回事啊？宋瑶光，又是你干的好事！我要把今晚的事情传播出去。宋家大小姐宋瑶光阻碍母亲救治，疑似有精神病发作，无法继承遗产。至于马少爷，无死，无死。啊，这是在哪？睡醒了？昨天晚上，谢谢啊。你是不是要给我算一卦，算出我妈也是假的？不至于啊，你家又不是假人世家。反正上次的事情被你说准了，我现在是你的小跟班，你想对我做什么都行。那小跟班，过来，靠我近些。为何你的手臂好得那么快？昨天晚上是你哄我睡的。昨晚幸好有他陪我，不然魂魄要被踢出身体了，手臂也不可能好，我得快点补充能量。光是挨着，我就觉得有源源不断的能量。我不用香水的。是饭菜香，我饿了。不过小跟班，刚刚不是很会吗？怎么一靠近就害羞了？我可没有，既然你饿了就去吃饭吧。可恶啊，总是撩不过这女人。好纯情啊，更想睡了他了。妈嘿 ，Hello， 宋大师你好。宋大师是饿了啊。好，饭马上就好，再等等啊，马上就好。哎呦，磕到了。我妈就这样，你不用管。记得令尊上次见我的时候，你还很讨厌呢。上次我多亏了你啊，不然我还被我那个假大哥蒙在鼓里，什么时候遇害都不知道。我妈感谢你还来不及呢。嗨，小事。现在我有更重要的事情。昨晚耗费心力救下了宋无双，不知道功德有没有什么变化？赋值1000万。这是什么？什么？赋值1000万？这是发生了什么啊？我一定是出现了幻觉。这可是我辛辛苦苦攒的1000万，怎么说没就没了？你在看什么呀？你肉眼凡胎的是看不到的。Something in the mirror 깨진 가면 속의 표정을 들켜버린 yeah.
잃어버린 거야 아님 처음부터 갖지 못한 바람이 더 괜찮은 척해다 감춰버린 그 다시 마치 그게 다 나란 듯이 애매한 색감을 갖춰버린 너야 날 위한 나였지。 喂，哥，昨天晚上医院那里什么情况？你上热搜了，说宋氏大小姐精神病发，阻拦母亲救治。宋宁霜现在生命垂危，公司股价因为这件事持续下跌。妈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安静院那个老东西，竟然在外面说我是神经病，快给我等着吧！至于妈那边，她现在很安全，你不用担心。行，那就好。哦，对了，这次趁公司大乱，我们把动摇的内奸抓出来了。让他。还好我给老东准备的小礼物派上了用场。需要我帮忙吗？现在暂时不用，小跟班，都是小事。你刚刚不是饿了吗？快去吃吧。刚好我的身体需要补充能量，不然我的身体会出现排异物。那我确实是饿了，先去吃了，暂时放过你了。去吧。把宋氏的热搜撤下来，封锁一切负面言论。宋大师，吃这么干净，你家里边是不给你饭吃吗？确实好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菜了，在地府都是吃贡香，没滋没味的。以后饿了就到这里吃个够。谢谢阿姨。宋大师，还有个事想请你帮帮忙。啊，您说。假儿子是抓到了，可怎么也问不出他大哥被藏到哪里了，我怕时间长了他会有危险。找人啊，这件事简单，包在我身上。太感谢了。功德加了1万，差点忘了，做好事也能加功德。啥玩意儿？好，知道了，多派点人手守着。你妈妈的病有情况了。什么？不会我耗费心力还没有救回来吧？那可亏大发了。哎，别着急嘛，医院说你母亲简直是个医学奇迹啊，竟然能自己吐毒血，身体机能也在慢慢好转，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醒来。太好了，谢谢医生，好歹是保住这位优秀后人了。宋氏没来他可不行。你放心啊，我已经加派人手守在你妈妈病房了，绝不会让闲杂人等靠近。那既然如此，小女子无以为报，那就以身相许，如何？你也太着急了吧。哦，哎，你们聊。哎，张妈，阿姨，哎，你们聊。不是阿姨，那个您去准备一些大哥的衣服和首饰，等会儿我摆阵寻人。好，我去准备。那我就先走了。现在要以身相许。Just like a forever moonlight 언제나 그대 곁에 머물고 싶어 Just like a forever starlight 언제나 그대의 곁에 있어 我还是先回家吧。耶！总算让我掰回一局。我怎么会被那个毛头小子给撩到了？做好事能赚功德，我先来薅点羊毛试试。哎，小姐姐，我扶您过马路吧。不用，走吧，我刚走过来。功德加100。
小姐姐，我再扶您多过几次吧。哎不，小姐姐，你就当我活雷锋就好了，拜拜。我真谢谢你。哎，看我眼色行事啊！放心吧，老公，千万别露馅儿。哎呀，怎么都在呢？哎呀，笑得跟鬼一样，又晓得怎么算计我呢？没有。乖女儿回来了，来，坐下啊！昨天的事都是误会，今天我们特意准备了一桌饭菜，给你赔礼道歉。原来是在菜里下了致幻药物，想真的把我变成真的精神病，送去精神病院折磨。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将计就计了。算你这个赘婿识相。哎呀，乖女儿，你又说笑了，咱们开饭吧啊！好。等等，怎么了，大小姐？她一个保姆，怎么配和我坐一个桌子上吃饭呢？孙阳光，你不要太过分，她是我们啊！怎么，我还没来得及说你，你又想臭癞蛤蟆吃美天鹅呢？你，莫寒，坐下，注意态度。哈，小光啊，忘了告诉你，从今往后啊，我收莫寒为义子了。从今以后啊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莫寒呢，在公司和家里都能给你很大的帮衬。哦，爸爸是忘了宋衍之吗？我已经有了一个名牌大学的哥哥了，不需要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笨蛋哥哥。没关系啊，多一个不多吧。再说莫寒跟你一起长大，他最了解你的性子了，是不是莫寒？是啊。行吧，随便你。老邓还真以为他和你一个姓，就是你亲生儿子，那是你的小情人和别人生的。先生，我……哎，坐下啊！婉儿阿姨这么多年在宋家又操心又操劳，虽然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吧？上汤。是。月光啊，这是你婉儿阿姨熬的汤，快尝尝。快尝尝。好呀。怎么样？味道还不错。你们也尝尝呀。我们也喝。宋阳光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好得很呀。你马上就……宋家是我的，宋家是我的，我要拿下这精神病！怎么这么多人？刚开始不是说就一个人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突然间就这样了，毫无征兆。哎呀，医生，你们等会儿想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，把最好仪器都用上，钱管够。好，快去！是。宋家我的。想要偷鸡不成蚀把米，你们还嫩点，跟姑奶奶我斗。哼！哎呀，这还好心的给我留了一个摄像头，真是不错。什么东西啊？煞气这么嘴张。怪不得之前跟我说100年后有一劫，都是你啊，安静院。不，先留作证据。身体出现排异。
我记得家里还有传家宝，魂魄过于强大，这副身体承受不住了，到时候可不是排斥那么简单。喂，妹妹，怎么了？哥，你有见过一条蓝色的宝石项链吗？哦，我知道这个，前阵子我送给丽丽了，丽丽是你嫂子，改天我介绍你们俩认识。哥，那可是几百万的传家宝，你怎么就白白送给别人了？啊，这么贵的？我以为它是个普通项链，没想那么多。哥，你的丽丽在你的头上种了青青草原一大片呢。什么意思啊？她把你绿了。哎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不行，我得快点去补充能量。丽丽温柔贤惠，冰清玉洁，怎么可能会给我乱戴绿帽子？我知道你讨厌丽丽，但是也不能胡编乱造啊。宋家怎么光出笨蛋恋爱脑啊，连个养子都不放过。走，这就是你说的冰清玉洁的好丽丽。不可能，丽丽从来不穿这种衣服的。丽丽，不要打草惊蛇。真是他呀！为什么呀？那人长这样，这么高，我哪儿比不上他呀？好啦，人家就喜欢玩的花的，你太老实了。现在知道了，就赶紧分手吧，把咱家传家宝要回来。知道了，谢谢你，妹妹。你呀，喂，有光，你让我妈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，你现在有时间过来吗？好啊，我刚好有空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好。好了好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有血不流泪。我去办点事，你尽快把项链要回来啊！知道了。毕竟他是我初恋嘛。你把我们送到精神病院来折磨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一定不会放过他。对。宋小姐，这是我儿子的旧衣服。你们现在可以对着蜡烛，在心里默想，想要找的人，请闭上眼。找到了，在废弃楼里，不过他现在身受重伤，生命垂危。什么？妈，聚财，他们怎么把你折磨成这样了？你们终于来了。马云生，你先带他们走。带走。你这小小邪魂师也敢找我的事？方才感知到追踪术，是你这个黄毛丫头做的好事啊！是我呀，臭丫头，拿命来！嗨，阎王，我刚刚打下去的那个恶魂收到了吗？干得不错，此人作恶多端，该下18层地狱，奖励你的功德已经打到你账上了。小事小事。对了，既然你都在人间了，另一个多年前从地府逃脱的恶魂，你也顺便抓回来吧。说起来，他还与你有些渊源。什么呀？这都多少年的陈年旧事了，你还交给我？你怎么不？喂！嗨！功德加了2万。太好了，又增加了。不过还是负数，病灶还是在宋家。你是说我们安排在宋氏公司的人
都被宋衍之揪出来大办。是。废物。哼。哎，看来是我们小看那个该死的杨子了。安排人撞死他，把他给我撞成泥。明白。干嘛呢？请你吃饭呢。宋总，太太快醒了，可是马家的人看得太严，我们没有机会接近。不着急，慢慢来，实在不行，我还可以找他帮忙。可是找他代价太大了。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，绝对不能轻易的毁于一旦。是。喂，大半夜给我打电话，是想我了吗？市医院那边传来消息，说阿姨明天就能醒来。真的吗？当然。那太好了。哟，项链拿回来了。哎呀，你也不看看中间经历了多少波折。看出来了。不过哥，你面膛发黑，最近可能会有血光之灾。哎呦啊，你啥时候学会看面相了？是真的，你别不信，最近一定要注意车。行，知道了，我会小心的。等等，干啥呀？这个你拿着。这啥玩意儿？这是？你拿着就知道了。好，我知道，有用是吧？拿着，放心啊，我先走，拜拜。喂，是我，宋总。通知下去，1周之后我会重回集团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要回来了吗？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各大股东们。减肥药的发布会就定在3天后，那可是他出车祸之前研发的，马上去准备。想回公司也得问我同不同意。妈，不要再为了那个狗男人而难过了。本来这件事情是不想告诉你的，但我实在是害怕你没有防备的时候他对你下手。我只是没想到前20年他竟然装得那样好，我一点也没看出来，甚至万茜也是他介绍进来的，他们竟然那么早就在一起了。妈，别难过，至少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那个畜生的真面目了。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宋氏毁在一个赘婿手里。难道2年前我的那个车祸也跟他有关系？目前还没有查到什么证据，但是我会顺着这个方向查下去。如果真的是他干的，我一定会亲手把他送进去。妈，这木牌你认识吗？这是我结婚那年他专门去祈福求来的，难道这也有问题？这是诅咒下牌，专门针对宋氏后代，重则全身瘫痪，轻则脑子会不清醒。而我之前出问题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他的原因。景渊，从此以后我跟你势不两立。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小丫头片子还知道关心你哥，那必须的。这次呀，要不是你给他扶保命，这次我就车祸来不了了。你面膛发黑，最近可能会有血光之灾。你还真是神机妙算。那老头在公司的人比我们想象的还多，这次因为车祸的事把他给忘了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紧去发布会上，否则宋氏的名声就完了。放心吧，你已经抓到了。那我们快走吧。大家先安静一下，我想这其中一定会有误会。这瓶减肥药是我太太亲自研发的，她怎么会害大家呢？我呸！检测报告可在这明摆着呢，这东西可造不了假。他宋宁霜能是什么好人吗？宋宁霜谋财害命，需要给我们大家一个解释。对，是啊，宋宁霜就是个大专毕业的，他能是什么好人？他能研发出什么好药？
宋氏赔钱！宋宁说滚出药业！宋氏赔钱！宋氏赔钱！赔钱！安静！听我说，诸位啊，实不相瞒，我的太太现如今还在医院重伤昏迷不醒，她实在没办法来到现场，那么就由我来代替她了，给大家道个歉认错。我宋氏承诺，我们将加倍赔偿所有服用过这批减肥药的消费者。这，安总好担当啊！安总，宋宁霜，你醒了又如何？回到宋氏，也只有被驱逐抵触的份儿。奇怪了，宋氏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作为继承人竟然不知道。宋瑶光居然来了，今天这场大新闻绝对会爆。宋小姐，您对于您母亲研发的减肥药重金属超标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她是不是故意的？听说宋宁霜只是大专毕业，她是怎么参与到药物研发环节的呢？身体严重排斥，功德狂扣，已经出现了红光警告。啊，妹妹，你没事吧？糟了，没有功德供了，项链不仅压制不住魂魄，反而加剧了身体的排斥。祖宗最不怕的就是挑衅。听说他好像真的有精神病，该不会突然要犯病了吧？大家都离远点。好的。对于今天，这就是我给大家的解释。假的，这全是假的，假的！别拍了，别拍了，快关掉！后台人呢？这是一段在宋家真实拍摄的视频，可以接受各方机构检测验证。长眼睛的人应该都能看出来，谁才是真正的神经病？是他，安静渊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而这是10天前的减肥药检测报告。我哥哥早在10天前就查到检测药有问题，早就处理了，没想到被这个精神病人从哪儿请回去了，还大张旗鼓开了这场发布会。他的小心思，想必各位都猜到了吧？宋瑶光，你胡说八道！我都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的，我事先根本不知道那些药有问题。证据摆在这儿，你还敢狡辩？还有，我母亲宋宁霜，她是哈佛毕业，而不是什么谣传的野鸡大学。怎么这样？今天的一切都是冲着宋宁霜准备的，难道他是想趁机独吞宋家吃绝货？各位，他已经消失多日，怎么会被他们？他就是偷偷在减肥药里加了重金属材料的研究员，我宋氏已经把他告上法庭。还有这2位，根本就不是我们减肥药的消费者，而是被人聘请来恶意造谣的。你们竟然连交易记录都不舍得删！宋总，我也是被人指使的呀！我不按照他说的做，他就威胁我的家人。胡说八道！这是他们找的，花钱雇来的演员演出来的。我宣布发布会到此结束，到此结束！太可怕了！他不光有精神病，还有狂躁症吧？怎么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？精神病老头，这场发布会你开得开心吗？安静渊，具体的事情我们会调查，而你停止检查，不允许插手宋氏的所有事务。宋瑶光，我还是对你太心慈手软了。别急啊，免得又被抓去精神病院做电疗了。是你逼我的，我本来不想找他的，是你逼我的。大人，还愣着干什么呢？把神经病给我带走！是，大人，我没病，他是神经病啊！我没病，他是神经病，我不是啊！你当时没看见，他的脸笑得像个王八。乖女儿现在也能够独当一面了，妈妈安心了。可惜，真正的宋瑶光已经被毒害了，我在人间的日子也快到界限了，到时候……妈，
你放心，有我在呢，我肯定帮妹妹多分担一点，让她别那么累。我呀，可是要做你最坚强后盾的。你们一个两个呀，就知道贫嘴。没说你。哎，瑶光，你这个宝石项链上怎么有裂纹了？瑶光，你这个宝石项链上怎么有裂纹了？啊，我不小心碰到了。妈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毕竟这是咱们家祖传的宝石项链。怎么会呢？即便它是我们家祖传的，那也是身外之物，怎么有我的宝贝女儿重要呢？但是啊，一定要注意点，别毛毛躁躁的，伤着自己了怎么办呀？这项链需要定期输送功德温养，改天找马云生那厮去蹭蹭，是能不能借外人的功德修复，否则总是隐患。切！啊！你们快看，这老东西啊，在网上澄清，把自己没神经病的证明发上去了。哟，他动作挺快呀！我也要尽快回府，不能让孩子们单打独斗。大人，信徒安静渊向您奉上鲜血。说。韩不寒，请喝茶。哥，哎，我看到这间办公室了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！哥哥现在就给你打扫垃圾。孙有光，你在这发什么疯？这是我办公室。这是谁在狗叫啊？看清楚，现在这是我的办公室。你什么你啊？我妹妹身为宋氏唯一继承人，连挑选办公室的权利都没有吗？我今天怎么这么热闹啊？他身上的气息怎么变得那么硬了？爸，他们过来抢我办公室嘛，再重新安排一下就是了。这个瑶光喜欢就送他，你是他哥哥吗？是，妹妹任性，那我就依着他。安静渊，如果你是来上眼药的，就大可不必了。我听秦叔叔说，你被停职侦查了，你现在在宋氏没有话语权哦。已经调查清楚，是误会，我已经复职了，是不，老齐？没错。宋氏还需要安总，安总拥有30%的股份，名正言顺。还有瑶光呀，现在宋氏并不缺人，如果你想进公司，那就得凭实力证明自己，否则空占职位那是对别人的不公平。当然可以啊，我们打个赌怎么样？如果我有能力，爸爸愿意把1半股份分给我，怎么样？当然可以了。秦氏最近准备在盐城的公司里挑选合作，你们兄妹3个谁能把他拿下，我就赠送他1半股份，让他重新进宋氏董事会。啊，我早就是董事会的了。还有你，赶紧把这打扫干净，让瑶光进了。妹妹，走。别忘了，我也是瑶光的哥哥。安慕寒，这次是你在宋氏站稳脚跟的最好机会。那个丫头从小就是个不学无术的草包，你千万别让我失望。放心吧，爸，这次我一定不让他伤口。大人，又见到他了。你快去帮我找一具肉身，杨你、杨月、杨氏出生的最好，我亲自出来对付他。大人，这种时候出生的人可不好找。他脖子上的项链是什么东西？我看着总是不舒服啊。杨氏生的人阳气最充足，我夺舍之后能在身体里待得更久。他脖子上那条项链是温养身体，让身体不被异魂排斥的好东西。你要是能抢回来，自然更好。你的愿望我满足了，我的愿望你可要好好完成，否则……你怎么在这儿？
我来看看宋阿姨，顺便把这个给你。秦氏的信息，你小子可以呀，帮了我大忙。瑶光，怎么说话呢你？没事，宋阿姨，瑶光这样我都习惯了。你居然当着我妈的面绿茶我！瑶光，对云生客气点。我没。好了，不逗你了。秦家的事我可以帮你，我们家跟他们家很熟。不用了，我要靠自己拿到竞标。我宋家人可不是吃素的。不过，你可以教教我策划书怎么写。把电脑拿给我。这样一看，两个孩子还蛮相配的。小跟班，干嘛？大小姐啊，我拿个文件。这是对你给我帮助的奖励。那个，下个月我生日宴，你能来参加吗？我有话想对你说。当然啦，我一定会去的。我掉，这是亲了一口，项链就恢复了。这小子身上的功德，怕是比整个宋家还多。难道他上辈子是拯救了全世界吗？哎呀，终于弄完了。不过马云生就要生日了，我送给他个什么礼物好呢？去看一看。宋瑶光，你写的很好，不过现在是我的了，这个病毒就留给你。到时候秦家一打开，整个系统都会崩溃，他们是不会放过你这个罪魁祸首的。宋阳光，别说我没提醒你，秦氏可不是什么垃圾收容所，待会儿你可别连人带策划案一起被丢出去，丢了宋氏的人。哎呀，这也太臭了！这是哪个垃圾桶没关好，让你这坨出来了？你也就现在还能笑一会儿。目前为止，这一份策划方案最能打动我们。虽然略有不足，但是能看得出书写人对我们秦氏调查用心了。秦总，您说笑了，这也是我对您的真诚表现。在我的策划案上，自作聪明改了几处，反倒成了不足之点。眼熟吗？可我已经将你的原文件毁了，有口难辩的无力感，宋阳光，你也好好体会体会吧。不愧是我儿子，比起那个没用的女儿好了千百倍。以后我成立安氏也能放心交到你手上了。谢谢爸。哎呀！怎么回事？这是谁做的好事儿？秦总，快关机！这是一种新型木马病毒，再不切断，就会立刻入侵到秦氏的整个系统。这病毒看着真厉害。小光妹妹，这是你文件里面带的病毒，怎么，你不会是写不出来，故意在这捣乱的吧？宋小姐，你把我的这次招标会当成什么了？娱乐活动吗？有光，还不赶快跟秦总道歉！我本是好意鼓励你学习工作，你怎么又开始乱来了？秦总啊，对不起啊，我这个女儿啊，一直没个正形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老头子，我还什么也没说，你就这么着急给我戴高帽子了？秦总，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文件里面会有病毒，但是我能够解决它。你真的不知情？我怎么没听说啊？你学过什么电脑技术？现学的不行吗？没办法，老祖宗我聪慧过人，一点就通。马云生那家伙都被我学的速度惊到了。你竟然会破解病毒？不可能！我明明把它的内容都删了的，怎么会恢复了？你们的相似程度怎么这么高啊？阳光，我说你昨天怎么借我的策划案，原来是打这个主意，太让大家失望了。大家说是不是？是。你的
这可是我自己一字一句敲出来的，什么时候成你的了？你们各执一词，这到底是谁写的？我能证明，这份策划案是宋瑶光写的，因为是我亲眼看着他写的。雨生，你怎么来了？秦叔叔，这是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，这里清楚地记录了宋瑶光创作记录、区块链存证，也发到您后台。国家机构认证盖章，无法作假。一个策划，你竟然还用上了时间戳和区块链记录？当然是为了防小人呢。还有，我在电脑上安了个监控，没想到昨天晚上发出了预警，也不知道是谁。你看怎么回事啊？呀，怎么是你呀，安莫寒？你也太让我失望了。你贱人，你早就安排好了，故意勾引我上当，好在这侮辱我，好在这侮辱我。难道是我拿刀架你那又短又粗的脖子上，逼你偷的吗？我呸！你敢说这策划案不是马云生帮你写的吗？你一个整日游手好闲、大脑空白的人，怎么会写出这么好的策划？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吗？这里的每一个字都是瑶光亲自思考写下，我没有任何参与，最多就是告诉了他策划书格式。不仅偷盗，还恶意投放病毒，污蔑，被揭穿，还破防大骂，你们的高明去哪儿了？来人，把这个骗子给我赶出去！秦家永不合作。是。凤瑶光最近脱胎换骨，跟变了个人一样。难道那位说的是真的？现在他身体里面是别的魂魄在控制。你先听我说啊，秦总。爸，莫寒。哎呀，老婆，不出来了。我听说出事了，就过来看看，有合适的合作对象吗？是有个策划案写的不错，不过这个企业内部矛盾比较多。我也在想，秦夫人，您怀孕了，不过您这条胎快不保了。大胆！你知不知道我们期盼了多久才有了这一个孩子？你竟敢诅咒他！秦总别着急，孩子还有救。你们中年才求得一子，全是因为你们的祖宗在地府作孽，罪业才反在你们身上了。简直一派胡言！不仅诅咒我的孩子，还侮辱我秦家祖宗。宋小姐，你真当我秦氏是傻子吗？来人，送客！秦叔叔，瑶光不是信口开河的人，我哥哥的事就是他帮忙才解决的。你大哥前一阵子那邪门的事儿，他还这么年轻，怎么可能啊？秦总，秦夫人，请你们把你们的右手伸出来。好了，现在业障已经消除，你们平常放宽心，多行好事，积累功德，老天会赐给你们可爱的双胞胎宝宝。我竟然怀的是双胞胎吗？不小心说出来了。秦夫人，这个夫人可以随身携带，可以保您的宝宝平安。谢谢宋小姐，等孩子出生，我就让他们认你做干娘的。我还年轻，不着急要孩子。啊！怎么就2个杯子？秦叔叔啊，安总来了，您给他说吧。安建元，鉴于你多次决策失误，一次又一次让公司陷入危险境地，我们一致决定将你踢出董事会，董事长职务由宋瑶光小姐暂代。宋宁霜，宋总不日回归，你手上剩余的15%股份也该还给他了吧？还有吗？有啊，经董事会一致商议，以后只认亲签，不认印章。我看您挺喜欢这张的，送你玩吧。我曾经为了这个东西拼尽一切，竟然说没用就没用了。宋瑶光，你等着，你给我的羞辱，我都会一一还回去的。当然，你在吗？我给你找到了一副完美的肉体。啊，大人，您看，不错，不错，日子刚刚好，
半个月后他生日那天就是最好的夺舍契机，这皮相我也很满意。他的身份也很利于我们在人间行事。大人，你要我办的事我办好了，我还有一件事请求你。我有些渴了。大人，我要你亲自去，让宋宁霜死在医院，只要你出手，谁也查不到，就像当年的车祸一样自然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最喜欢你们这些心恶之人的血液了，香极了啊！还有，你确定了现在宋瑶光的身体被其他魂魄占领了，只要他没有了那条项链，他就没办法再继续阻挠我了吗？当然，我一辈子也不会认错他。宋福光，妈，你就好好养身体，我可算到你还有一个英俊威猛的第二春等着你呢。臭丫头，还调侃上我了。不过呀，我现在对男人已经没有任何期望了。妈，这个不一样的，我们宋氏的后代延续还得靠你呢。那我回去睡觉啦，晚安。晚安，拜拜。对不起，小姐，太滑了，我马上给您擦。没关系，我可以自己擦。不过还好不是热水，不然你可就遭殃了。哎呀，这人没到，先闻到味儿了。阿莫寒，我是不是说过你不许再踏进宋家大门？把他给我赶出去！你们，阿莫寒，你敢！宋阳光，他们说的是真的，你果然是个夺舍的怪物。你们怎么知道的？好好看看吧。你别过来，你再过来我就跳下去。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不如一死了之。是附体控制，你们背后到底是谁？太好了，我这就把你这个怪物带走驱邪。大胆，继续献祭，定！宋阳光，你这个怪物使了什么妖术？快放开我！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就敢对我动手！只是个圣医术，都要用寿命施展了吗？快要到临界点了，宋家还等着我呢。马云山，瑶光，快来帮忙，我快拉不住了！我怎么在这儿？快把阿姨带走！好久不见啊，宋福光。你是谁？你居然不记得我是谁？这小子竟然还身负功德，这副躯体简直完美。一旦夺舍，我甚至能脱离恶魂道。马云师是吗？我要定了。这该死的天地法则，出来啊！小心！谢谢你。你我之间不必说这些。我还能在人间待多久？他的感情，我该如何回应？哥，还有枪。他倒是意志坚定，为了摆脱我的控制，不去伤害你们，居然用刀把自己给捅晕了过去，连我都有些佩服。你有什么就冲我来啊！杀了他们你算什么东西？有本事你就出来跟我打一架！别急呀，下一个倒在血泊里的一定是你宋福光。你个老不死的，屎壳郎戴面具，臭不要脸！你这种东西当然给人丢脸，当混，黑白无常都懒得够你！你出来！你出来！你出来呀！我说你够了！死丫头，百年不见，这嘴还是碎的烦人。我先把她撕烂了再说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呸！你也以为自己是灰太狼呢？还好我刚才亲了马云生一口，不然我还真是没有力气打赢他。死女人，劲儿怎么那么大？大人，
计划成功了吗？成功个屁！但那个叫宋言之的重伤昏迷，短时间内应该不能再找你的麻烦了。太好了，伤到他也能让他们难受一阵子了。老公，老公，你突然叫我过来做什么呀？宝贝儿，我叫你来当然是有好事情找你了。什么呀？这个是我这些年哄着宋宁霜投资假项目转移出来的钱，在这签字就行。都给我吗？不，我只是投资了一间海外公司，交给你负责。你只需要负责一件事情，抢走宋氏的合作商，哪怕用最便宜的原材料，也要用最低的价格把他们吸引过来。原来我就是你做白事的工具呀！宝贝儿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答应你，公司盈利我都给你。老公真好。管你是什么孤魂野鬼，现在内忧外患，看你还怎么和我斗。我们资金链断了一半啊！呸，都是一群忘恩负义的家伙，不是他们之前求着跟我们合作的时候了。怎么了这是？一个个愁眉苦脸的。要不让安总回来主事吧，说不定他们知道了还愿意给个面子，回来跟我们继续合作。哎，不合适，不合适啊！我已经被踢出董事会了，还回来干什么呢？现在知道求我了，哼！不拖个几天，你们还不知道宋氏离了我根本无法运转。哼！这大小姐，您说，赵总，你可别病急之下乱投医啊！要是引狼入室，就危险多了。再说了，能被轻易抢走的，想留也留不住。一个没有来历的新公司，也有人敢用。但现在有一个重要项目不能停工，这资金跟不上，亏损严重，这宋氏恐怕要破产了。宋氏不会破产的，宋小姐。你是忘了我秦氏吗？我们现在有意向金氏发展，不知道宋氏有没有意向一起开拓产业链呢？秦叔叔，我怎么能忘记您呢？夫人在家还好吗？她很好，有时间请你去家里吃饭。哦，和云氏一起来哦。瑶光，我们今天来也是代表马夏球合作的，我们准备进军新药行业，相信在这方面你们宋氏是最专业的。好啊。不过，我可不跟你打折哦。那是，太便宜的东西容易爆雷。你们，哎呀，这有苍蝇碍眼，我们合作去办公室谈吧。乐意之极啊！有你们求我的时候，你给我等着！哼！你们两个等着喝茶呢。走走走。有空帮我查一下那个叫吴界的新公司，我怀疑他和安静渊有些牵连。儿子，那宋瑶光不是好对付的，你确定要这么做？他有奇怪的能力，万一……每次遇见他我都没用过，而且最近我感觉老头子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失望，再这么失败下去，他迟早抛下我们，就像他对宋宁霜那样。不会的，他都把公司交给我了，你别想太多啊。妈，你可别忘了，我不是他的血脉，这事儿要是被他知道了，他还会像以前那样对你这么好？他可是为了利益能狠下心杀害妻子的人。我已经被赶出公司，今天宋家和秦马两家合力召开慈善晚宴，是我最后的机会。这次如果再失败，咱们也要早做其他打算了。大人，您最近药血太频繁，我都快贫血了。没办法，谁让我还没有肉身呢？马上就到日子了，当马阴身的身份，我怕是不好接近啊。大人，您看您有什么好东西让我用用啊？哼，把手伸出来。去。这只蛊虫给你，不管下到谁身上，它都会被恶念侵蚀，为你所驱使。哪怕是宋瑶光都发现不了这个小宝贝。对我言听计从嘛。我好像想到了一个极好的人选。大人，您在人间施法过多，已经破坏秩序了。再多次使用大型法术，不出2个月，您就会魂飞魄散的。那北离就再也见不到您了。好啦好啦，我会注意的。可宋家的事情不解决，我回地府还是个黑账户啊！做祖宗真难啊，都过100年了，还要替这些小辈操心操肺。可惜北离不能为您做什么，您不在，我自己在下面无聊透了。对了，你擅长做禁制，不
不然你在我这项链上做个隔绝术吧，非亲近之人不可碰。要不然我总担心有人把它拿走，那样我的魂儿就飞出去了。好呀好呀，大人，我这就帮你加，最喜欢给您办事了。隔绝术。怎么这么臭？就我一个人在这屋，谁放屁了？谁放屁了？宋小姐，宋小姐，不枉我专门为你找的特效药，这个药量足够迷晕一头大象，不管你是什么怪物，也抵抗不了宋家慈善晚宴。大小姐当天中邪自杀，这个新闻光想想就令人兴奋啊！我再给你加点料，你们几个想不想体验一下宋家大小姐的滋味？想。好，今晚就交给你们好好享受享受。好，大小姐我来了。不要！看到没有？就在这个房间。这里面这么激烈呢，邻居至少有4个人，咱们可得注意点，别碰到人啊！这不定带着什么病呢。这个调调怎么有点耳熟？那个贱人敢在这种场合乱搞都不怕，我们怕什么？各位，这是在这干嘛呀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是在玩什么新型游戏吗？那里面是……我们可不是在玩什么游戏，我们是在捉宋家大小姐的剑。蠢货，你才是蠢货！哎呀，宋家大小姐她就在里面吗？天哪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这多不好呀！死嘴，给我忍住了！可不是呢，我也是被她玩弄感情的受害者呢。这女人不行，要不我帮你把她薅出来。等等，算了，不要紧了，还是散了吧。啊！散啥呢？剧情都到这儿了，戛然而止很难受啊。正好，我也想看下宋大小姐长什么样，免得以后也被她玩弄感情。哎呦，这宋家大小姐估计不喜欢你呢。走吧，进去看看。婉儿，这，哎呀！秦渊，怎么回事？这是看什么看？还不赶紧滚！都是宋瑶光那个贱人陷害我，秦渊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别走了，别走了，别走了！都给我蹲好了！我知道错了。好。哟，您来的挺巧呀。什么巧不巧的？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给我好好伺候他，不然我揍死你们！宋瑶光，给我站住！别跑！你们要干什么？阿姨，你可别冤枉我，我也是刚到这里呢。宋瑶光，你敢算计我妈，我他妈杀了你！等等，你才是宋瑶光，那他是谁？这位啊，是我家之前的保姆，她作风不行，早就被开除了呢。今天可真是一出好戏呀！这母子俩乱搞胡闹，最无辜的还是宋大小姐你啦。可不是嘛，爸，你怎么还抱着王阿姨呢？难道你们两个，我妈还在医院呢？我就知道，肯定是你搞的鬼！你给我等着！大家给我坐正，我可刚到门口，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怎么一个两个都往我身上泼脏水啊？就是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出轨保姆连自己亲女儿名声都玷污，太不是个东西了。你宋瑶光，你个小娼妇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马哥哥，他们这些人在你的地盘上闹得这么难看，太过分了！
真是脏了你的屋子。确实太过分了。最近非洲不是缺挖矿的吗？要是悄无声息的把他们送过去历练历练，应该很不错的。来人，将他们都丢出去！欢迎宋总回归，欢迎宋总回归。这些日子辛苦你们了。宋总，宋氏没有你可不行啊！我宋宁霜在此宣告，和安静渊离婚。他作为出轨过错方，会净身出户，带不走宋氏一分钱。之前他通过宋氏购置的房产，我也会让律师追回的。妈，出轨入赘男就是不应该被原谅。安静渊真以为我是什么好欺负的普通女人吗？还有，您在老公那儿放的50%的股份，我也等您要回来了。谢谢我的乖女儿。系统提示：功德值数加1万。太好了，这一切回归正轨，马上就可以回地府继续享乐了。想离婚？不可能！我苦心经营这么多年，说什么也不会轻易妥协的。就算让我离开宋氏，我也要让你们掉一层皮！宝贝儿，终于该轮到你出来大显身手了。这是我和妈妈一起煮的粥，哥，你喝了一定能快快恢复。我一定会快点好起来的。胭脂，恢复的怎么样了？我来看看你。你来这干什么？我这不欢迎你，出去！哎，看看你这孩子，你小时候发过烧，我还照顾过你呢。我摸摸烫烫。哎，干嘛？我不需要你在这虚情假意。你再不出去，我叫保安了。别生那么大气，我早就是了。切。宋胭脂，痛苦了啊！干什么了？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只有一个任务：宋瑶光。宋瑶光，好，我真是下了一步好棋啊！好，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我打120吧。阿姨，他这个情况医生救不了。你们家最近来了什么来路不明的东西？没有啊，自从他大哥的事情以后，我现在就什么也不敢随便往家里头放了。哎，瑶光，你有办法吗？阿姨别担心，他是阴煞司侵体，体内的功德和阴煞司打了起来，导致的昏迷。一会儿我帮他画个驱煞符，这样能驱煞保平安。瑶光，原来是这样。瑶光，谢谢你。区驱煞符，还想阻拦得了我？哼！胭脂，你怎么从医院回来了？
这都快下雨了，而且你还光着脚。妈，没事儿。你回来跟我说一声也行啊，我和你妹妹好去接你啊。你看你这个样子就回来了。妈，你坐下，这不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吗？听说你要跟安静园离婚啊？是啊，前些年自是看错他了，而且他都从来没有像对湾无救那样帮过我。妈，离婚的事先放放呗。我想再把公司的人查一查，不想打草惊蛇。万一他们做出一些不可预料的事情怎么办？可是，妈，你就听我的啊！哎呀，妈，饿了。妈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鸡蛋虾仁儿。谢谢妈。王总，您这是去哪儿啊？我去哪儿了？哼，我去哪儿都跟你们伟大的宋氏无关。这是谁惹您生气了？我去说说他。别气了，宋小姐，我从你们公司一开始就一直跟在你们母亲身边工作，就没有不尽心不尽力的时候。宋衍之，他用那种方式让我走，简直是在侮辱我。我哥怎么会呢？他一直想跟你们这些前辈们学习。哼，总之你去问你哥吧，我走了。王总，王总，等等，宋小姐，你是谁？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是来接替王总工作的，我姓孙。姚郭，啊，没想到王总也被老头收买了。孙总是我找来的，你放心用就是。哥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王总他，我觉得应该不会。哥，刚刚那个男人用人前我查过，你放心用就是。现在我回来了，公司由我接手，你不用掺和太多。哥，妈妈知道你今天出院，嘴里可能没味道，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鸡蛋虾仁，我都没有哦。哥，所以现在怎么回事？连最喜欢吃的鸡蛋虾仁都不吃了。从我上来以后，宋衍之的态度从来没这么对待我过，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难道中了什么邪祟？哟，是哪个不长眼的过来惹姑奶奶我呀？小姑娘，谁让你惹到了不该惹的人？现在求饶也没用。现在你们被包围了，要逃快点逃啊！你一个人包围我们，搞笑呢？兄弟，给我上！好，伤了他老板重重有赏。都给我住手！妹，你没事吧？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放心，有哥哥保护你。呸！哪来的小白脸？一起收拾了。妹，你先走，我拦住他们。我说你们够了！敢打我哥，今天你们谁也别想走！
告诉你们背后的人，再有下次，就是我去打他了。你以后不要再这么冲动了。你看你弄的，其实我自己可以的。你的头还疼吗？放心吧，妹妹，我没事儿。就算你啊再厉害，你也是我妹妹，我怎么可能不管你了？哦，对了，妹妹，我得为白天的事跟你道个歉。在公司的时候啊，说话有些不中听，你别介意，我只是太为宋氏着想，有点着急。我没有生气，就是你多注意身体，不要让自己太累了，知道吗？别再让自己受伤了。那我就先回去睡觉了，你也早点睡。哦，对了，妈最近不是有点失眠吗？我给她买了点牛奶，放冰箱了，你记得热给她喝。祝敏。好的，哥，你也早点睡吧。晚安。晚安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主人，苦肉计果然好用，他现在已经没有怀疑我了。宋凝霜每日药量不断，暂时还没有什么发现。好，很好。就算这宋凝霜再精明，宋瑶光再聪明，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你是我驱使的一条狗。唉，我想这回啊，还有什么方法来对付我呢？亲爱的，你再找几个生面孔，让那个人安排到宋氏。等到大功告成，我就把那母女俩交给你，任你处置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宋瑶光那小贱蹄子，竟然在晚会上诬陷我，我一定会一一偿还。还好老公你没有嫌弃我。哎呦，小宝贝儿，说哪儿的话？我怎么会嫌弃你呢？我知道，我的心呢，就是你的，你能感受得到啊？就你花言巧语的。哎，等一下，莫寒这几天去哪儿了？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哎呀，那么大的人了，可能出去散心了。这样，一会儿我派人去找他啊。等一下，妈，你怎么还不来接我？你被辞退了。欺人太甚！垃圾已经打扫干净，该你上场了，明白？不行，我不能害宋氏。你家的办公室可比宋氏的大多了。要是没有小人作祟，宋氏估摸也不差。该死的安静院，等你死了下地狱，我要把你丢进油锅里面反复炸，炸至金黄酥脆。瑶光，在想什么呢？叫你那么多声都没反应。哎呀，在想一只臭蟑螂。臭蟑螂？你这果然有问题。手给我。手？让我借用点你的力量。哼！哎，身上感觉是好很多。你功德深厚，有人想对你下手，在里边铸成煞气，控制你。这么可怕，那我会怎么样呢？你会魂飞魄散，下一辈子都投不了胎。我好害怕呀！魂飞魄散。
别怕，有姐姐在呢，姐姐会保护好你的。我没有。狗男女，你为什么？恶心死了！臭蟑螂，臭蟑螂，你羡慕嫉妒恨吧？你毁我阵法，下去忏悔吧！你才下去，等着吧！完了，他不会让我负责吧？这种纯情小男人，我是很喜欢，但是我马上就要下去了，带又带不走，不行，先溜我一截。我们是不是发展的太快了？那个我不是，那个我就先走了啊，回来再见。你不要我下去等你吗？生日宴那天，给我多准备一束花。跟马云生待久了，我怎么也变得害羞了？宋瑶光，你真是堕落了。系统提示：功德值数加1000。一定是刚刚又打下去了一个邪祟，老阎王又给我打了功德。怎么全是负数？狗屁的老阎王，敢扣我功德！什么？宋氏侵犯别人商业版权？哥，怎么回事？研究实验证物链，你没有给警方吗？现在证据还没有找到，这警察局现在也不愿意放人。怎么可能？这次新品研发还有谁参与了？哦，对，还有王叔，我这就去找他。啊，野光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一定要稳住。我怀疑这次的事情就是王叔和安君渊做的局。我刚查到，无忌和安静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不可能，其他人我不知道，但王叔一定不会。瑶光，事实已经摆在我们眼前了。他们刚离开公司不久，这事就发生了。现在不管怎么样，先把资料弄好，哪怕是去做一份，先把妈放出来。她现在身体不佳，在里边能耐得住吗？我先去了啊。喂，主任，该处理的人都处理干净了，他们一定什么都查不到。想办法把他那个项链毁掉。如果做不到，你就自己从楼上跳下去，用更大的新闻把这件事压下去。你王叔他真不在家，你去别的地方找找吧。啊！怎么会找不到人呢？所有人都凭空消失了，这不可能，绝对是有什么预谋的。宋小姐，怎么了，王婶？你看，这是我们俩的暗号。我老公榴莲过敏，只要给我发这个消息，就证明他一定是有危险了。我已经报警，但是警察说24小时以后才能够立案。王婶，你先别急，我有办法能找到他。真的？王婶，小郭，你怎么也来了？王婶，王叔去哪去了？你王叔他遇到危险了。什么？王婶，你按照我说的去找3根蜡烛，还有王叔最近穿过的衣服，端上一盆水，放在窗户的右边。这能行吗？相信我可以的，我要以物起阵。小光，这样真能找到王叔吗？可以的，哥，相信我。也得亏是亲了马云生一口，法力还有剩余，不然还没办法制成这种大法术。走吧。想办法把他那个项链毁掉。如果做不到，你就自己从楼上跳下去。哥，可以了，现在我要开始了。天哪，宋小姐，这能行吗？不要想别的，现在
看着水面，心里想着王叔的样子。水映日，金元县。天哪，我看见老王的样子，这帮人都跟他什么仇什么怨，怎么能把他折磨成这个样子？这是在公司天台，没想到就在自己家。走吧，我们去天台。哎，月光，你项链好像松了，我帮你系上吧。那这可不能掉。反正亲近之人是可以碰到他的。你擅长做禁制，不然你在我这项链上做个隔绝术吧，非亲近之人不可碰。好呀好呀，大人，我这就帮你加，最喜欢给您办事了。隔绝术。哥，你弄紧一些，免得等会儿我打架再掉了。放心吧，我一定给你弄好了。怎么这么多未接电话？瑶光，你让我调查无界，结果出来了。现在全公司全是你哥安插的无界内奸，你一定要小心你哥。哥，为什么？因为利益。还免得我动手，事情比我想象的简单多了。快，把那伙人转移，随便找个地方扔了就行。位置已经被发现了，不要再打草惊蛇。要快。宝贝儿啊，还得辛苦你去趟公司，把有关我们的信息全部毁掉，顺便把法人和负责人全部变更成松眼之。万一没事呢？那不是白白便宜了宋衍之吗？不，宋瑶光那个丫头神通广大，我都在她身上栽了那么多次了，这次还是要谨慎一些。快去啊！你凶我，我去就是了。怎么可能？项链不是已经被我取下来了，怎么还能动？因为项链是假的呀。快放开我！你快醒醒，这些都不是你的本意。如果做不到，你就自己从楼上跳下去，用更大的新闻把这件事压下去。瑶光，我被动心口。你是敌人，哥，妹妹，快杀了我！哥，宋衍之，你快醒一醒！你快醒一醒！杀了我！就是你这小东西，吃了补充点能量吧。我要不这样，你还不出来呢。这么恶心！哥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老妹儿啊，那一巴掌手劲太大了，感觉我都看见我太奶了都。我已经收着啦，你要是能看到才怪呢。对不起瑶光，之前做了好多对不起你们的事情。好啦，我们还有很多补救的机会。我能醒了吗？王婶，哎呀，
王婶。哎呀，得亏我机智，先晕倒了。那既然他没事，是不是我老公也没事了？哎呀，糟了！那个安静云控制我的时候说好像马上就要把人质转移了。那怎么办呀？王婶，别担心，我已经让马云生去接人了。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一天天给我搞得心惊胆颤的，吓死我了。瑶光，我看你跟那个马家那二少爷走挺近呢，天天使唤人家。你俩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？还好吧。你回我阵法，下去撤回吧。如果他早生了几百年，说不定我还真能和他轰轰烈烈谈一场。不过也不长久，毕竟我死得早。哎，我是怎么死来着？神！去死吧！你怎么了？妹妹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！瑶光，你醒了？刚才发生什么了？没事，大概是被蛊虫的一点反噬。放心吧，我是谁，已经解决了。我以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刚刚感到心里很失望，很痛苦？妈，明天我给你做好吃的。好。宋女士，好在你药量摄取不多，没有伤到大脑，但肠胃情况不是很好。宋女士，你都快成医院常客了，要注意身体啊。你还没认出来我？沈师兄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都在这儿半天了，不提醒一下，小师妹真是想不起来我喽。没有，只不过你这变换也确实是有点大。是啊，你还和之前一样漂亮啊。妈，这位姓沈的医生是谁啊？他是我大学时候实验室的学长，那个时候帮了我很多。你好，我叫沈玉。别看你妈妈现在这么稳重，当时啊是最调皮的小师妹。哪有？那个时候根本不是我，是我同桌的后面。那是你记错了，你忘了那次就是你。原来是这样。忘了。暗恋多年的同学，你肯定是记错这可好，这不是我。宋家的基因是有救了。妈，瑶光，好消息，那个新公司无界其实是海外空壳公司，很多企业都上当受骗了，还有他们无界的负责人诬告我们宋氏药业，现在相关人员全部都被抓了。全部被抓了？作奸夫妇。什么？万无咎啊，万无咎啊！我早就让你把负责人变更成宋衍之，你为什么不听啊？这下好了啊！我辛辛苦苦从宋氏转移过来的钱全都被败光了，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你这个废物女人呢？你比宋宁说你差远了你。那你的意思是我不如他了？你在老娘床上的时候怎么不这么说啊？谁啊？哪个狐狸精啊？啊！给我！怎么？还是我帮你接吧。喂，他死了！你个负心汉！负心汉？哼！你在休息室跟那么多人搞啊？那么多人玩弄你这个破鞋！你真以为我不嫌你脏吗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跟那么多人睡，你就是破鞋！
安静渊，我告诉你，你说我是破鞋，你抛妻弃子，谋财害命，到时候我会让你跟我一起进去。你个臭婆娘！我警告你，最好管住自己的嘴，要不然我有10000种方法让你闭上。呸！我破鞋？你说我是破鞋？对，我就是破鞋。哎呀，儿子，我的儿子，儿子，你的亲爹不是安静渊。哎呀，儿子，不是啊，我的儿子，你不是啊，儿子啊，你不是啊，我的儿子啊，儿子。不是我的儿子。好，好。警察同志，我找到婉无救了，他就在我家，对，已经被我控制了。宋总，之前我们弃宋氏而去是我们不对，但是这无界爆雷了，我们也收到了很多残次品，我们也损失了很多钱啊。是啊，这次你如果不帮到我们的话，我们就全完了。宋总，你不会见死不救的吧？你们各位，不是宋氏不想帮，而是我们实在也没有能力，大家另请高明吧。不是宋总，你之前可不是这样的人啊！不行，这样我们这次再合作，我们让1个点的利润。对，让1个点。我跟你说，你差不多得了，我们是诚心合作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要趁火打劫也不是这样的。再说了，无界那批残次品，我知道你有办法解决，中间也肯定不少赚吧？是不是？真是给你们这群癞蛤蟆面子了。你怎么说话呢？哟，当初跟宋氏解约的时候，走的一个比一个快，现在又像哈巴狗一样来求合作，求人也要有个求人的态度，不是？这一个个脖子伸的跟斗鸡一样长，我们宋氏可装不下你们这群大佛。臭丫头，宋总，你们家是这么管教的吗？我女儿的意思就是我的心里话，既然看不上我们，那就都滚吧。我们宋氏绝对不会和趋炎附势的墙头草再有任何的合作来往，竟然还妄想把残次品丢给我们来处理，简直异想天开。宋总，你这样合适吗？对呀，你这样不合适啊！你怎么想让我叫保安吗？好，你们宋氏别有求到我们头上的时候。对，我走。拜拜，妈，你现在可比之前硬气多了，还不是因为我的乖女儿吗？不过还有一件事情你好像忘记了，这个老邓还没有签字哦。这老头是死了吗？怎么这么臭？谁呀？是你们3个呀？来看我笑话的，落井下石的。安静渊，真没想到你竟然会有一天变成这种自暴自弃的样子。你家世好，学历高，样貌好，什么都好，在我面前你永远都高高在上。宋大小姐，
我在你面前一点男人的尊严都没有，我恨你啊！凭什么啊？就因为我是赘婿，我就应该卑微吗？不，我要证明自己，我向全世界所有的人证明自己，我才是真正的男人。一个懦弱无能的男人，你自卑是应该的，但这也不是你无恶不作的理由。这些年妈对你的好，连外人都知道，你就为了那点可怜的自尊心，就出轨，还要害死我们。别说你是个男人，我都瞧不起你这样的孬种。没资格骂我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你就是他养的一条狗。哎，没错，我承认这一切都是我做的。那又怎么样啊？我就是喜欢婉儿，她崇拜我，还奉承我，把我当真正的男人，这才像女人的样子。不像是她，整天板着一张臭脸，狂妄自大，高高在上。哼，是吗？你最心爱的女人，不也被你送进监狱，替你坐牢了吗？哼，你可真是个有责任又有担当的好男人呢。别跟他废话了，签了吧，你净身出户，从此之后我们各不相干。安静渊，我最后一次再告诉你，今天如果你不把它签了，我们都不会让你好过的。净身出户，30天冷静期后，明战举荐。安景渊，从前我是真心对你的，可是你并没有珍惜过。真心？猜猜我是谁？啊，您说。老公，我今天刚买的新衣服，你看好看吗？好看啊！哎，老公你最好了。真心算什么？真心是最不值钱的东西。如果再来一次，我的选择依然是不变。这个气息莫名的有一种熟悉感。这是你最爱喝的花茶。神，是神！月光，你不舒服吗？不会是什么那个蛊虫的后遗症吧？不是的，我只是最近有些做噩梦。那我们赶紧回家休息吧。走走走，来。我快到实现了，上次的伤还没好。大人，别着急，再有3天就是马云深的生日，那就是你我重生的日子。30天冷静期，够我在盐城闹他个天翻地覆了！我的酒呢？他好像想起以前的事情了。我到底是该开心，还是该头疼呢？临走前就把这个当做礼物送给你吧。
恭喜啊，师妹！这才短短几日，功法就已经大成了。我答应父母，要好好和师傅学艺，早日学成回家。师兄，师傅说过几日我们就能和大师兄一起下山历练了。这么快了，恭喜你了！谢谢你，师兄。白天了，这个梦不对，这是我上一世的经历。不过那个人怎么和马云生长得那么像？不会上一世我们两个就认识吧？奇怪，北离这丫头平时在地府无所事事，怎么让她帮我查的消息这么慢？哦，今天是云生的生日，10点了。什么也没有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没事儿，我也是刚刚才到。怎么了？他会来？他不会来。他会来。没事，我们走吧。对了，这个送给你，生日礼物。我想成为第一个送给你的人，所以就把它带过来了。谢谢。我现在可以打开看看吗？可以啊。这是雷击桃木做的，可以帮你挡住最致命的一击，平时戴它也可以驱邪保护你。本大师出品，必属精品。谢谢你，我很喜欢。明天的宴会你一定要来。好啊，记得多做些好吃的哦。好。少爷，会不会太多了？夫人只是请了亲近的几家。不假，有些人该吃不饱了，你按我说的意思去做。是少爷。这可是他送给我的第一件礼物。不行，还没洗澡呢，等洗完澡再戴，不然弄脏了可就麻烦了。明天就是我夺舍的好日子，没有阴煞司铺垫，你的魂魄恐怕会更加痛苦。不过，这是你自找的。去！区区镇煞符，还奈何不了我。哎呦，咱家真的开春了。俊才，某人最近是不是订了很多鲜花呀？啊，这鲜花呀是没闻到香味儿，我都闻到一股恋爱的酸臭味呢。妈，大哥，你们怎么也开我玩笑？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一定要把瑶光拿下哦。这个儿媳妇儿，我很满意。我已经和瑶光说过了，让她去天台，说你有很重要的话要对她说。妈，你怎么提前暴露了？快去吧，谁都知道你比谁都开心。那我先去了，弟弟加油！瑶光。瑶光，自从第一次遇见你，我就知道你是一个特殊的女孩子。在这些日子的相处中，我发现了你的坚韧、善良、勇敢，
我的目光无法从你身上挪走。我有千言万语想跟你说，不知道我是否有荣幸成为你的男朋友、你的丈夫，和你并肩前行，共度余生。宋小姐，你愿意给我这个小跟班一次机会吗？我愿意。要是时间能停在这一刻该多好，我宁愿不回地府。你儿子还挺浪漫的，那是你未来女婿。怎么啦？是戒指大小不合适了？和尚，只是你们用不到了。哎呦！啊！雨生，小顾，雨生，开门啊！小顾，开门！雨生，开门啊！恋爱什么的，最恶心了。你好啊，宋瑶光。可惜刚见面就要说再见了。是你，我想起来了。恭喜了，师妹，这才短短几日，功法就大成了。师妹，这是你最爱喝的花茶。谢谢师兄。很好喝。那你继续。去死吧！你这……师兄，上一世你才艺不精，记恨我功法大成，帮助百姓杀了瘟疫兽，获得了他们的爱戴，而你却在花茶里下了泄力撒，还在涌水巷把我给杀死了。是啊，小师妹，亲手杀了你的感觉真舒服啊！在你来之前，我才是宗门万人敬仰的大师兄，什么天之骄子、尊师爱徒，统统都是我的。自从你来了之后，就都成你了，我怎么能不恨你？你不要用他的身体跟我说话！你滚出来！你夺走了我的一切，杀你千次万次都不解恨。今天我要让你魂飞魄散！老祖，快走！这次算你跑得快。北离，你怎么把我带回来了？那家伙还占着马玉生的身体，我不能坐视不理。大人，项链已毁，您在人间没有身体容器，现在就是上去也会立刻魂飞魄散的。刚刚若不是我动作快，您现在已经化为齑粉了。那去人间的方法呢？你找了吗？老祖，没有办法了。宋家才刚好起来，您的功德不足以支撑轮回镜传送。就算强行回去，您后人的身体没有项链温养，也会立刻神魂崩散的。可是马玉生的身体被恶魔占据，所有人都会遭殃，我不能坐视不理。而且我不能眼睁睁看着马玉生的魂魄被那恶贼吞噬。北离，我有一定要回去的理由。老祖，上一世你已经过得够苦了，我不想你因为这些
拼得神魂蹦散。胭脂，你看瑶光的身体没有任何变化，还和以前一样，这是不是证明他还会回来，还会醒过来，还会叫我一声妈妈，叫你一声哥哥？妈，妹妹她，我现在就去找马云生讨个说法。没用的胭脂，这么多天，他把所有人都拒之门外，意思还不明显吗？妈，我们可是亲眼看见妹妹被马云生一刀一刀的捅死。是，我记得，我也奇怪，一个人怎么变化这么快？难道他跟你之前一样，也被别人控制了？对不起，老祖，是北离擅自主张，你罚我吧。北离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我怎么会怪你？老祖，您不能上去啊！北离，谢谢你，但我不能再看到我心爱的人被师兄给害死。我要回去了结和他的恩怨。老祖，北离不想失去你。罢了罢了，阎王，看在你曾经为护人间百姓献身的份上，给你开个先例吧。您的意思是？那恶魂逃脱有我看管不力的责任，我不能轻易的离开地府，就派由你送瑶光上去降服。是。这护身杖只有半个月的时间，如果不能把他抓回来，他便会作为马云深的身份活下去。几十年后重新夺舍他人，就没有谁能奈何得了他了。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的，您放心。切记，在人间依旧不可使用大型法术破坏平衡，但其他地方还是可以的。我知道了。去吧。那个，真是了。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等你醒了，我再解释吧。是。嗨，哥，是我。妹妹，瑶光，妈妈就知道你会回来的。都好，没事，回来就好。妈妈，没事，你看我连头发丝都没有掉。对了，我有件事想要问你们。你说云深的事？他被恶魂附体，恐怕他对你们做什么不利的事。现在整个马家都掌握在他手里，西安那老头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就跟他搅和到一块去。现在整个盐城都是他们说的算。我之前认识几个小企业的老板，都被马氏强行收购，宣告破产。下一个就到我了。其实妈妈呀，也知道云深情况不对，可是当时我们想尽办法也没法靠近他。没事，他们两个就算咸鱼翻身了，还是咸鱼。我今晚就趁着夜色去马家看看，我有些担心马阿姨的安危。那你万事小心。好。妈，我饿了，我想睡觉。儿啊，不能睡，睡了就醒不过来了。妈，我好像看见弟妹了，我是不是死了？我也看见了。姐，阿姨，马大哥，你们怎么弄成这样了？我们好几天都没有吃饭了，现在的云深是假的。瑶光，你没有死，真是太好了。阿姨，你先别激动，恢复下体力，我这就带你出去。干什么呢？定。说，马云深现在在哪？你知道我的手段，不说我就弄死你。在酒吧。在酒吧。阿姨，大哥，马云深的人
现在已经被我控制了。你们先去吃口饭，我去酒吧找他。好，见到那小子，给我好好揍他一顿。OK。少爷好。少爷，这四位是我们的顶级美女，吹拉弹唱，样样精通。尤其是这位，什么花样都会，我都要，我全都要。该死的东西，要是敢用马云生的身体碰其他女人，非要把你的手指头给掰折了。做鬼多年，好久没有享受过女人的滋味了。这小子身体素质不错，今晚我要好好开开荤。好了，你下去吧。少爷，您慢慢享用。你过来，摘下面纱，让哥哥看看你的小模样。要是想看人家摘下面纱，那先喝了这杯酒。喵，第一次觉得马云是这种帅的这么恶心，还自称哥哥，哥哥大你！怎么样，哥哥厉害吧？可以呀，但是哥哥能闭上眼睛吗？好呀。复魂术，破！树魂术，你是谁？当然是你姑奶奶，我呀！你这贱人，快放开我！怎么，想要看血溅当场吗？还站在这干什么？没想到吧，马云生这小子已经魂飞魄散，相信你在地府也找不到他吧？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办法吗？你疯了！直接进入神识，身体会承受不住，你和我都会消散。那又如何？我连死都不怕。你这疯！这就是马云生的尸骸，怎么会这么黑？该死，怎么在这里你也不受限制？早就听阎王说了，人的尸骸内是不受人间法力制约。奶奶的，以后那孙子真什么好东西都给你！谁让你叛逃作乱，罪大恶极，好好待着吧。找到马云生，我就送你下去炸油锅。你找不到他了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他早就被我吞噬了。闭嘴！马云生，马云生，马云生，臭马云生，你再不醒来我就走了。不要不理我，瑶光，你不理我，我会死的。欢迎回来，马云生。依稀记得，在婚面前某人答应了我，是不是该改口了？是啊，男朋友。正好你上次跑得太快，我还遗憾没能把你再杀一次。宋瑶光，这是你自己给我的机会。瑶光，小心！死吧！怎么可能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不可能！我怎么可能会输？不！
你的脸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3个竟然纠葛2世。师兄，今天怎么没看见宋师妹？我刚给她泡的花茶，她往常不是最着急吃饭了？小师妹有事啊，先回师门了，应该过2日便回。这样啊，那你把这杯花茶喝了吧。啊，那谢谢师弟了。你为什么？师兄，我都看见了，那可是宋师妹。我来陪你了。瑶光，瑶光，你醒醒，我们出来了。瑶光，那个什么，我还没出来呢。瑶光，你是说你还在我的脑海里啊？对啊，我出来需要你帮我做个事。瑶光，你说，无论什么事，我都愿意为你做。你懂的。调皮，瑶光，当时是我怎么也阻止不了自己。没关系，都过去了。妈，我终于出来了，终于不用挖矿了。你肯定找我找疯了。谁这么大胆呢？不知道这是谁的地方吗？是你祖宗我。你过得挺滋润啊。你不是死了吗？怎么会？我宋氏的地盘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老不死的来叫嚣了？大人，这什么情况？滚远点！你不是他，大人您在哪儿？大人您快出来！您在哪儿？不好意思啊，老邓，那恶魂已经被拉下地府，承受极刑了。至于你，也是迟早的事。潘先生，有受害者出示证据，证明你主谋多起危害他人生命安全事件，跟我们走一趟吗？不可能！他怎么会失败的？大人，大人，我求你了！大人，求求你，快救救我！大人，大人！叮当，功德显示1亿！1个亿！挖出宋氏毒瘤，我的功德不仅涨了1倍，还奖励1个亿！我地府的宅子又能再翻修一遍了。什么地方？看来我女朋友好像有什么了不得的大秘密。看来有些事是时候让你知道了。其实我在几百年前已经去世了。可是我女朋友看着脸又红又软。是真的，还有半个月我就要回地府了。大人，信徒安静院为您奉上鲜血，请您现身帮忙。大人，爸，爸，慕寒，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？我到处找你啊。
是吗？我被马云生那个狗东西送去非洲挖矿了，你1个月都没找到我。哎呀，儿子，哎，你坐下来，听爸给你说啊，儿子呀，你是不知道啊，不是爸爸不想救你啊，宋瑶光那个贱人，我爸爸害惨了，他现在告诉警察，全世界在抓我，我根本出不去啊！你看，爸爸现在正在求大人帮忙，找你呢，这求着呢，你就来了。哎，对了，我以前给你守的不少私产吧？是啊，你现在取出来，咱俩立刻出国，好不好？我妈妈呢？半年没见到过她了。啊，我已经把你妈提前安排离开了，她就在国外等着咱俩。好儿子，你现在就去取钱，爸爸在这等你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取。慕寒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你把我妈明明送到监狱里了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些年来对你，为了你的计划，处处忍让，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，到最后还不是被你狠心抛弃？哎呀，儿子呀，你听爸爸给你解释啊！你妈妈她进监狱，她不怪我呀，她要听我的早就没事了。你放心，等我出了国，我发誓，我一定用尽一切办法把她救出来。你够了！我跟你不一样，她是我妈，我不可能抛下她。你们宋家、宋瑶光、马云生、恨妈的人，你们一个都别想跑！马少，你什么时候把我妹娶回家呀？这3天2头在我家秀恩爱，我也受不了啊！哥，吃你的饭吧。啊，行，我不说了啊。其实我在几百年前就去世了，我是死人。可是我女朋友的脸看着又红又软。是真的，还有半个月，我就要回地府了。我也想尽快娶到她呀。回家的路上，注意安全。瑶光，我想和你说。不好了，大小姐，出事了！什么？你去那边，我去这儿。好。哥！怎么会这样？发生了什么？妈被黑衣人带走了，快去救她！好，我现在去救她。快走！不对，对宋家最了解的那个人，一定是他。我的人已经在来路上。卑鄙的东西！好，他现在在郊区。那我们快去。你怎么把我也绑起来了？我是你爸呀！你要恨，你得恨这姓宋的女人呐！安静渊，你个王八蛋！贱妇，造成今天这个局面，还不都是因为你啊！太精彩了！听说你们马上要离婚了，多般配啊！一个眼瞎心盲，一个心狠手辣。今天我就成全你们。哎，儿子，你冷静啊！你好好想想，这些年我对你好不好？我对你有多宠爱？偷偷从宋家转移了多少财物给你？安静渊，原来你从一开始打的就是这种肮脏的主意，怪不得我的首饰珠宝经常莫名其妙的消失，我怀疑谁都没有怀疑过你。花了那么多钱，买了一堆中看不中用的东西，我把它变成钱给我儿子，有什么不对？我可不是你的什么儿子。今天你给我听好，我妈在认识你之前就已经怀了我是别的男人的。你把我妈送到监狱，没有想到你也会有今天吧？安慕寒，我早就知道你不是我亲儿子，我也知道你和你妈俩合伙骗了我这么多年，可是我现在依然为你们杀妻杀女，我对你够意思了。你今天晚上就把我放了吧，啊，放过我好不好？安静渊，真没想到你努力半生的儿子竟然都不是你亲生的，你和万无疆果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哎，儿子，够了，我可没时间和你们说笑。今天我就送你们去地府赎罪。住手！我就送你们去地府赎罪。住手！
宋光来的正是时候，今天就送你一份大礼，喜欢吗？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，快跟你爸妈说再见吧。废物，果然是废物！你有本事帮我啊！你帮他们算什么？能够让你痛苦就够了，现在就送他们去地府赎罪。妈，你没事吧？我是医生，我来看看怎么回事。沈叔叔，你怎么？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你出事了，我就想赶快找到你。这下大概真的可以放心离开了吧？警察同志，我有精神病啊！你不能抓我呀！哟，您忘记您当初出示过无病证明了吗？好啊你在这儿等着我呢你。带走。曾经那个位置还是我的，我是不是真的错了？走。小师妹，我带你检查一下身体。云山，谢谢你。阎王，谢谢你，我的事情已经办成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不必客气，你怎么知道我是来带你走的？时间不是到了吗？地府宋瑶光听令，逮捕叛逃恶魂有功，特许在人间过完这一世繁华。怎么，你不愿意啊？没有，我愿意，谢谢大人。宋瑶光，马云生，